大家好，我是小郑。本期视频的主题是老中要下场了，中东这局棋，中国准备亲自来接盘。3月31日，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，双方联合提出5点倡议：一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；二、尽快开启和谈；三、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；四、确保航道安全畅通；五、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。就这5条，读下来不超过1分钟。很多人看完就划走了，觉得不痛不痒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但在我看来，这5点不是废话，是老中正式递出来的入场券。这是一张正式的调停资格证，不是礼节性的表态。以前中国也做过努力，中东特使翟俊跑了好几趟，但那种斡旋是外围操作，是在旁边敲敲边鼓，属于试探性动作。这次完全不一样，这次是王毅亲自出面，联合巴基斯坦对外公开提出系统性方案。这是明确亮牌，我要做正式的调停人。这5点不是说给老美听的，是说给全世界听的，是在告诉所有国家谁在挑事，谁在维稳，大家心里要有数。当然老中也没有点名批评谁，他只想让这场仗赶紧停下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老中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出手？他图什么？背后有3条硬逻辑，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利益。第一条，能源安全。中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，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之一。这条海峡一旦被封，油价直接炸，石油贵了，运输成本高了，制造业成本上来了，整条产业链都要跟着抖一抖。这不是国际新闻的事儿，这是老中自己家的经济命脉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理。第二条，一带一路。中东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，从陆上到海上，中东都是必经之地。地区一旦乱起来，基建项目停工，投资撤离，贸易通道中断，老中在中东砸进去的钱，在中东布局的战略都会跟着缩水，这是真金白银的损失，不是面子问题。第3条，国际形象。中国一直在努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，在全球热点问题上缺席，说不过去，在这个时候提出建设性方案，主动承担调停角色，就是在全球面前积累话语权。这种形象资产是花钱买不到的，所以这5点倡议每一条都是服务于这3个目标的，不是正义，不是情怀，是算账。老中什么时候做过赔本买卖？搞清楚老中的动机，再来看各方是怎么打这盘算盘的。先说老美，他心里肯定不舒服。倡议里有一条强调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，老美在中东的那些动作，制裁伊朗也好，军事支持以色列也好，全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单干的，绕开联合国搞单边行动，这是老美的惯用手段。你现在拿联合国说事，等于间接抽他一嘴巴，但他能怎样？上地面部队代价太高，国内反战情绪也压不住，况且最近盟友接连掉链子，意大利和西班牙不让军机使用他们的基地，法国拒绝以色列通过其领空运输美制武器，美国想把波兰的防空导弹连人带装备一起送到中东打仗，波兰直接大怒翻脸。欧洲国家讨厌神权政府，但更讨厌川普乱搞油价，搅乱全球经济，他们不想替美国打这场仗。老美的盟友体系正在松动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反倒是老中这个时候愿意出来撮合，某种程度上是给了川普一个台阶下，川普需要一个能说得过去的收场方式，老中递了梯子，川普要不要接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再说伊朗，伊朗希望中国当担保国，道理很简单，有中国背书停火协议的可信度才高，以色列才不敢随便毁约，但老中肯定不干。当担保国意味着要承担连带责任，一旦某一方违约，担保国就要出来表态，甚至施压老中不想把自己绑进去，所以没有担保的停火对伊朗来说没有实质意义。但伊朗也清楚，美国的霸权号召力正在实质性衰退，继续打下去，老美占不到便宜。伊朗打得越久，自身损耗也越大，总得有人给双方递话。这个人只能是老中，不是因为老中有多高尚，是因为现在这个局面能拉得动双方的，只有老中。再说老中自己，老中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站队，跟美以一起施压伊朗，那不就成了美国的护院恶犬了？跟伊朗一起叫板梅姨，那损自身利益，而且中东王爷国那边也不好交代，美以伊3方其实都不是什么省心的主。老中心里清楚，这3方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朋友。
但中东王爷国和巴基斯坦那是老中的核心利益圈，这个地方乱不得，所以老中出手不是为了谁，是为了这个地区能够维持基本稳定，让自己的生意能够继续做下去。前些天巴基斯坦高调宣布愿意主持美伊谈判，我当时就说背后一定有大佬撑腰，现在明牌了。巴基斯坦后边撑着的就是中国，光是巴基斯坦不可能让美伊双方坐到谈判桌前，这背后需要有人背书，有人协调，有人提供外交资源。这个人就是老中提原则，巴基斯坦跑穿梭外交，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打法。调停失败了，受损的是巴基斯坦的面子，不是老中的脸。调停成功了，老中在道德制高点上早就站好位了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这招走得很精。那停火到底难在哪儿？这才是核心问题。老美不肯停，停了就等于输了。这场仗打到现在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付出那么多政治代价，如果就这么停了，川普在国内怎么交代？以后在中东还怎么立威？美国的中东霸权靠什么维持？靠的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敢打，能打，打得赢。一旦停火，这个威慑就垮了。伊朗也不肯轻易停，以色列炸了伊朗的领导人，炸了重要的基础设施，这口气就这么算了。伊朗国内民众那关就过不了，所以伊朗的停火条件是美国停止轰炸，并且赔偿损失，这个条件老美绝对不可能答应。所以中巴倡议里有一条是关键，谈判期间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，要为谈判创造安全环境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2月底那种灭人家教主和高层的操作不能再有了。你打完人再谈判，谁敢坐到谈判桌前？这一条是底线，没有这一条，谈判根本没有基础。但现实是双方都没打到力竭，利益平衡点也没找到，要真正停火条件还没成熟，现在不是停战的最好时机。但这不意味着倡议没有意义，把这件事儿放到更大的格局里看，就能明白老中为什么这么着急。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持续被封，石油供应断裂，能源价格暴涨，各国通胀飙升。通胀一起来，各国政府要么加息，要么印钞。加息了，经济活动萎缩，企业倒闭，失业率上升；印钞了，货币超发，商品价格进一步失控。通胀有粘性，一旦失控，根本压不住。各国内部矛盾激化，政府压不住场子，转移矛盾最快的手段就是打仗。3战的窗口就这么一步一步被打开了。到那时候，老中还怎么做生意，还怎么推进发展计划？老中心里有一本账，如果不打到3战的烈度，中国其实是可以慢慢超越美国的。美国一直在失血，在全球各地打仗，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，衰落是早晚的事儿。只要老中稳住，时间站在老中这边，但一旦金融危机爆发，不仅美国快速崩塌，老中自己也跟着受损，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性价比太低了。老中不想用这种方式实现超越，所以老中宁愿现在花点外交资源，把这场仗劝停，换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。还有一个变量不能忽视，那就是日本。日本现在的内部经济压力已经快到临界点了，高市早苗政府一旦压不住场子，不排除出现下克上的局面，军方或者强硬派突然对中国发难。历史上日本干过这种事儿，不是没有先例。老中促成中东降温，也是在给自己争时间窗口。只要中东不陷入全面大战，全球就有空间寻求最优解。只要对话渠道还在，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就能压下来。短期来看，这5点倡议不可能立即带来停火，双方都没到服软的时候。但这5点的意义不在于立即见效，在于站住道义的制高点，在于把调停渠道打开，在于让全世界知道老中愿意做这件事儿。真正的变局最快也要等到川普访华之后。那之前呢，穿梭外交一定会有，但主角是巴基斯坦。老中在后面导演，这个分工是经过设计的，不是偶然。你美以和伊朗可以不给老中这个面子，那很好，老中就会像当年俄乌战争时一样，安静走开，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级别的调停了。伊朗你有种就跟美以打到海枯石烂，你自己国内啥情况，心里没点数吗？美以你俩可以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，但你不怕圣战吗？现在这个局谁都输不起，世界很危险。霍尔木兹的问题今年解决不了，各国经济今年都会大幅下滑，失业率上升，内部矛盾激化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结果。老中现在出手，
是在替全世界买时间，至于这个时间够不够用，就要看各方当事人有没有那个脑子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再见。